2023年1月，南方周末报社发生针对跨性别员工的歧视丑闻，侵害者姚一江为南方周末报社国际国防新闻部主编，受害者由于多次维权无果，选择在互联网维权。在中国的环境下，跨性别受到职场歧视是一个普遍的担忧。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当事人 Sydney 来和我们聊一下他的维权经历。欢迎大家来到柑橘百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Sydney， 他是一位在传媒界工作的人士。那么 Sydney 可不可以向就是我们可能有观众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呢？我是 Sydney，我现在是在传媒界工作，然后主要的是写一些比较跟国际政治之类相关的一些内容，国际政治和文化类相关的一些内容。我目前这件事情一个比较概括上来讲的话，就是我其实之前是在欧洲读书嘛，然后在欧洲读书的话，也是因为疫情很多年没有回国，然后当时就想着说回国之后能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生活，然后就因为之前去欧洲之前我也是做传媒的，所以和圈内朋友帮我介绍了南方周末那边的工作，然后到了那边之后的话，因为我自己是跨女嘛，所以头发是长发嘛，然后虽然当时去工作的时候还是男装的，但是我当时的那个直属编辑就一直在不停的在 push 我去把头发剪掉。正式马上我把所有的材料都交了入职之后，都交了材料，但是还没有完成入职的过程，因为最后还要签一个协议嘛。然后后来就变成了说，他就直接用这个东西威胁我说，你要是不剪头发的话，那你就没有工作。后来从我开始说不，我不想剪头发之后，他就不给我发稿子。然后后面就开始整个的就开始变成说是不停的精神折磨你。国内就是职场，他们就是人事不太 professional， 或者是歧视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说的不仅仅限于跨性别，就是很普遍的，大家就是上司对你有一种 power play 的这种感觉吧。就是问一下吧，看南州是不是也那么草台班子？就是像你处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职场歧视的这种状况，在公司内是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就是寻求帮助？就是 HR 到底就是有没有存在感？这个就非常的这可能在英美国家这个 HR 是有用的，或者是我估计国内的一些外企那个 HR 也是有用的，但是在南州那边的话，就是因为我其实中间走过一段他那个内部的投诉嘛，我当时第一次提出我要投诉的时候，那个 HR 就是没反应，不回我消息。然后后面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闹了一段时间了。我估计对方可能是希望透过投诉这个方式来把这件事情安抚下去。然后就开始说，我们是可以投诉的，我们是可以投诉的。然后我就说那我要投诉。然后我再去找那个 HR 的时候，他告诉我再学一下这个规则应该是这个规定是什么样子的，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说他们也许有一套东西在那里。整体的这一套东西是不 work 的。可以就是详细说一下吗？就是这个职场歧视的具嗯，体内容。其实核心的话就是，其实说白了，核心的话其实是两块，一块的话就是对你身体的规训，就是要求你剪发啊，要求你就是看起来更像男生啊。然后我甚至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女生的 size 比较大，就会被要求减肥。这是一个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在上海做传媒的时候，我们从来没人这么干，没人这么做事情的。是在广州是吗？南方周末的是 base 在广州，对。您一开始是在打算就是希望通过在公司的这个内部的渠道解决是吗？因为相对而言的话，其实成本是更低的。怎么做出就是不入职南方周末，并且开始就是这么进行公开的这样一维权的决定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三月份他正式的以这个东西威胁我，当时我就想着说，我先把自己抽身出来，然后我再开始搞事情，因为我抽身出来的话，他没有办法影响我生计了。他正式开始威胁你之前是怎么样？是暗示吗？对，就是不停的在暗示。就比如说我第一天见到他的时候，我是1月11号的时候到的那个广州嘛，
然后1月13号的时候跟他第一次见面，跟他就是线下见面，第一次线下见面，然后他就开始说啊，你头发看起来像是个艺术家，但是他不是想说你像个艺术家，他就想说你这看起来不符合规定这种感觉。然后后面就是那个在第二次他集中开始攻击我头发这件事情，就是在2月初嘛。2月初的时候，土耳其那边发生了一场那个土耳其和叙利亚中间这个边境地区发生地震嘛。然后这场地震的时候，就是当时他是想要派记者过去，然后就开始说这个就有点说是诱导我那个，请你剪了头发，可能我就可以派你过去。但其实我说实话，当时我刚在广州落地，我还想再休息一段时间，还要想再适应一下生活，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过去。但是他就在我面前说了一次是想说你应该把头发剪掉，然后另外一次就是他就是树立一个榜样，就树立一个榜样。他说有一个就是他被派去的一个女记者，然后就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就剪了头发才去的。言下之意就是，你看女记者都行，你作为男记者为什么不行呢？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 peer pressure，另外一方面他会觉得说，女的都行，男的就一定能行，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当时其实我是不想鸟他的，就是你想讲，那你就讲，那反正我自己手里的采访资源，因为我自己的专家资源都，我自己是有我自己的专家资源的，所以我也不需要你给我专家资源，你只要给我发稿就可以了。但后来就是他直接用工作来威胁我了，那这个事情就性质就变了。在跨性别职场歧视这件事情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大家都不敢就是这么公开的这样搞，所以大家都在就是希望从您这里开始学一点小技巧啊，小技巧。所以就是我想问问你，最开始就是决定开始就是出来搞事情，就是开始公开的做维权之后，就是怎么样开始来打算，就是怎么 approach 就是维权这件事情的呢？开始的时候第一步肯定是要先找工作，就是我要先把自己就肯定是要你不能说人家捏着你的饭碗，你去搞人家是搞不赢的。那先找到工作，然后当时这个东西这里边就有插曲在那边了，就是我当时就是财新那边其实这个给我发了 offer，然后当时发 offer，然后也已经在走入职程序了。然后后来那个4月19号的时候，我就去了一趟南方周末报社，穿一身大长裙，然后直接带上那种，就是我当时带了一个大银叶子，直接冲进他办公室，然后在办公室里我就坐在那里跟人聊天，我什么也不做。然后那个人那个当晚其实应该是周三，周三的话，一般南方周末的话，他们会跟稿子，编辑记者都会跟这个稿子，然后会发到印厂那边去印。因为周四要发嘛，周四要做，它是周四那个报期，要那个要发行。然后那天晚上，因为我在那儿，然后他就从头到尾3、4个小时，他就不敢在那个在办公室里待着。当时我说，反正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坐在那里聊天而已。后来他自己坐不住了，开始过来说：“哦，我们要不要聊一下这个事情啊之类的，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然后就开始希望拿出一些理由，能让我说能让我觉得这其实是我误解了。当时其实是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我就直接直球怼给他，你把我是不是剪发和我能不能入职挂钩，你这件事情是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说他没有否认这个事实，当时他是直接说这是我领导的这个管理者的职责。我当时觉得这事情基本上那个我的核心证据有了，核心事实证据有了，然后我的生计你也掐不到我了，这个事情就可以开始大搞了。想评论一下，就是说您这个做的真是很有条有理，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很多其实跨性别的话，可能跨性别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情况，它其实是很少有社会力量的。那我是做传媒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社会力量的。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其实是我应该去做的事情，尽管可能看起来挺危险的。对。还是怎么说，挺佩服您这样的这个就是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南方周末在您公开的开始就是怎么干它，公开的开始干它之后，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对此做出反应的？前期的话就是他们应该是背后开过会商量过，然后那个派的是一个他因为
南方周末是7个编委，就相当于是南方周末当中权力最高的人。然后这些人可以决定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7个编委里面只有一个是女性，然后这个女性又是我的那个编辑的直属领导，然后当时就派了这个人过来跟我谈，就是很典型的手法，这个是很典型的手法。然后后面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在向他反映状况，我以为他会好歹会做一点事情。其实我对这件事情要求真不高，你就这个人出来给我，就是正事也好，不正事也好，给我道个歉，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问题就是说，这个我的那个就是那个搞这个歧视和这个骚扰这个人，姚一江嘛，他的那个他是个就是典型的50几岁的一个直男，对，大概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让爹道歉这件事情，你还不如杀了他。不是跌了吗？如果道歉的话，对啊，他朝你道歉，那就是他在他眼里就是他朝你掉爹了，就是这种情况，对吧？那么他们那个就是你说的唯一一个女性编辑，她就来找你谈话，那么用的这个话术是不是还是那一套呢？就嗯是扑啊，你说你不要搞大事啊之类的，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就是那个，我当时还以为马上就可以入职的时候，他还出来那个先让我签了一个保密协议嘛。后来我知道他是怕我把这事讲出去，拿这东西想吓唬我。然后我就觉得说，行啊，丑闻当做自己的商业秘密这件事情，有一个新闻媒体这么讲，那这个事情我还可以抓着继续讲。但事实上，我后来就是查了一下那个法律，然后也问了一下我之前学法律的朋友嘛。这东西的话，这个保密协议的话有2点。第一，这个保密协议的话，第一点的话就是我和南方周末之间其实没有签署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关系是存在这个疑问的。另外一方面的话是那个，它这个劳动法是说，这个你的公司和这个员工之间的保密协议是不能规定这个违约金额的，所以所有规定了违约金额的这样的一个保密协议都有可能被判罚，就是被判这个是无效的。然后结果他背后就是拿这个东西吓不了我了，就是把这个保密协议不讲了，然后就说啊会有法律责任，就是轻描淡写开始说会有法，因为当时我是想说，就是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我把这个事情放到公众面前讲，要么你就让这个姚一江给我道歉。然后他就是一方面他又不道歉，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想吓唬你，让你不能讲。那么就是您现在这个怎么说维权的手段？第一轮的话，其实是那个是4月19号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跟他们沟通和谈判嘛，然后走他的那个内部的那个流程。但当然我们知道和这个内部流程还有后续故事，但是第一轮的话其实是这个，第二轮的话是我其实就是我当时我朋友帮我找了卫报、路透、彭博和那个彭博、BBC 和这个当时其实是那个转圈找了5家外媒记者。然后这件事情当时还那个，其实我当时也找了那个国内的其他那个记者，国内其他媒体的记者，但是普遍的反应都是，要么其实是记者想写，然后编辑在这方面就是不是很想写，然后要么就是直接的其实就是涉事单位，就是因为财经其实是涉事单位。编辑不想写，说意思是编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不值得写一个新闻，还是就有没有给出理由？就是涉及南方周末，这边比较政治敏感。然后财新那边的话，就是因为他给我发了 offer 嘛，然后我当时都已经准备搬到北京去了，应该是背后肯定是有这件事情的原因的。然后最后他把我的 offer 撕掉了，4月26号，没有证据说直接的证据说这个是南方周末的人找到了他，然后会给那个财新那边施压，还是说那个他们内部觉得这件事情很危险？我没有证据，没有背后的故事支撑，但是会有这2种可能性。这个其实财新之前我还找了见面，当时见面那边也答应了，然后后面估计应该也是因为纠纷的事情。那我看你提到说，就是有那个啊，警方有有警啊，方警察是吧？介入了。对，警察是这一轮的事情了。就前面的话，对方前一轮的前一块的话，对方就是还没到这一步，就是他们想着说，
但是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警察这边的话，他的报警理由也跟歧视和和这个劳动就业无关。他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很明确的一个考量是，未来如果这个事情真的闹大，它的一个传播框架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它所有的这个框架都在巧妙的避开性别问题。巧妙其实非常愚蠢，其实非常愚蠢，但是一定会有这个性别问题在里头。然后他就是报警又是以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我走内部流程的时候，他最终给了我一个裁定嘛，这个被我逼出一个裁定来，对，逼出来一个裁定，然后那个裁定就说啊，你们两个之间的个人恩怨。对啊，个人恩怨，然后就是当时他们选取的框架会把它变成是希望把它说成是我和姚之间的个人恩怨，所以这一次去报警其实也是姚以个人名义去报警的。你刚才说就是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那么这个就是时间嗯，线能不能给我们大概就是梳理一下？第一波的话，其实开始其实是从这个3月25号，我是决定不在南方周末做了，正式就是说我不干了。但这件事情其实3月25号之前，我自己的朋友圈其实是那个媒体圈都可见的，所以我其实已经其实那个时候其实相当于在媒体圈这件事情是已经被知道的。然后后来的话，就是那个3月25号之后。然后一方面的话，我是在推动它内部的那边的流程，然后内部的这个举报流程。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继续在媒体圈里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发这个 bullet point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发的方式，每天发一些细节这样子。你说对，在媒体这样圈的意思是在什么场合？就是我自己朋友圈嘛，因为我自己微信上我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基本上是媒体圈可见的，所以当时就想着说，其实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影响到，其实是可以直接影响到他和其他媒体人之间的合作的。再下一波的话，其实就是再下一步是6月份开始的，因为当时我是直接飞到了柏林，我当时就想着说，你们如果你威胁我怎么样的话，我直接飞到柏林，我在海外讲什么，你们也没办法拿我怎么样。然后当时我就直接就是我当时在北京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境之后，我直接就给就是一直在试图安抚我的这个编辑，他们其实叫编委吧，编辑委员会嘛，编委。然后当时我就直接给他发了一条消息，我跟他讲说，我现在人飞到柏林了。然后之后我会把这件事情在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铺开，然后你们要想找我麻烦，你来柏林找我。然后另外一条线就是另外一条线就是就是它内部流程那件事情嘛，就是我在搬离广州之前，其实一直在催他，你给我一个结果，那我搬走了之后的话，这件事情我就不用再理了。对啊，然后当时就是想着说，当时就出现的情况就是，我发完这条消息之后，我当时就到了柏林了嘛，然后第二天就是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在柏林落地了，然后我在收消息的时候，突然这边也说我就是他那个女性的那个编委的话也说啊，前面一直跟他沟通的时候，是不是见面聊一下这种情况，然后那个人一直在出差，要么在出差，要么他有病，就是反正就是不跟你聊。然后他那边突然就说啊，我已经跟那个就是都已经沟通好了，然后但是就是说他不知道你的这个性别身份问题，就是这个也是他另外一个那个 framing 嘛。这个东西就在于说，我自己的性别身份是什么？你以我的性别表达作为一个是否能入职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其实都是歧视，对吧？对对，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然后同一天非常神奇，这个真的是这可能是我维权过程当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同一天，就是负责调查的，是负责 quote unquote 调查的那个人，也给我发消息说，我给你一天时间，你把这个一天还是2天，就是我是12号在柏林看到的一个消息，然后他说14号之前把你手里的证据给我，然后我们就可以我们来把这个事情推进下去。那我当时这种情况的话，事实上我就是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信任这边就是他内部这个调查这个东西了，因为你把我证据拿走，
就是我到了柏林了，开始这个说我要把这个事情搞大了，然后你这个突然两边都有了进展，这鬼都知道是想干嘛。我当时就给他拖了一下，就是大概拖了说，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这里手里证据很多，我现在我前期一直跟他讲说这个是，也确实是给我造成很大精神创伤嘛。当时甚至说就是我搞文字工作的，当时彻底失去阅读能力这种情况，like 一个字都看不了。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讲，我现在这种情况，你给我限期2天，我不可能马上就能拿给你。然后当时就在柏林，其实，在柏林那一波的话，其实就是找了一波外媒记者。然后后来的话就是但是外媒记者那边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就他总是想要把我的情况作为是是什么中国的一个跨性别的一个这种代表，这种感觉的东西。然后就是有一些 framing 的话，他们的有一些 framing 我当时是不是觉得特别满意的？我说实话。可以举个例子吗？其中一家就跟我讲说，我们是不是要再找几个其他的，就是回国就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问题这个情况就比较危险，就是它这个等于是，如果是这个 framing 的话，它放到这个海外去传播，我个人的形象可能在国内没有我在国内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在海外中文世界的话，这就是一个回国卖命的小粉红。对，这个对，这个确实不行。对，所以就是确实他们就是有一些 framing 的话，我说实话，我不是很满意，对，确实不是很满意。然后后来就是外媒这一波的话，可能最终的结果就是积累下来的成果的话，可能就是如果现在这个事情发酵到说他们要用其他一些法律之外的，或者是法律手段，那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被正式的拿到公共空间当中了嘛。那这个时候外媒也会跟上来。对这些事情，其实外媒那一波的话，就是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让我目前还是相对安全的一个就是一个 Plan B。然后这一波之后的话，我就想，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南州肯定是不希望把这个事情闹大的嘛。那我只需要说把这个东西放到公共空间里来讲，无论你是来起诉我污损你的名誉权，还是说你要用一些更恶劣的手段，那我这件事情直接就可以在这个传播当中变成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跟我有的这个互动当中，极力的去避免掉性别这样的框架。所以说，在等到了这一波嘛，这一波大概应该是对去年11月份开始的。我开始在这个微博和开始在微博和 Twitter 上讲这个事情之后呢，呃，一方面就是他完全不对这件事情做出反应，但是背后的话，事实上我知道他们其实是他们其实在开会，就是他们兰州在前面做兰州在跟青山这个 ADHD 那个争议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背后开会，前面的话就是拒不道歉，然后然后不停的跟你说我们是很有影响力的，我们是可以做一个交易的，就这种心态。这其实怎么说，听下来感觉很典型的国内这种就是稍微有点权势的人，经常就是对别人用的手段，就是对，但问题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件事情，对于媒体而言呢，对于你这个，尤其是这种非常符号意义，南方中文已经是一个非常符号意义的一个东西了嘛。那对于这样的这种媒体而言的话，这种手段如果被拿出来讲，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丑闻。走到这一步之后，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是还和原来一样吗？正式公开道歉啊，就是我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中间其实也是有找过律师的，甚至当时我就是跟我的律师讲说，就跟我的律师其实有讲说，我不需要赔偿，在这个问题当中，经济不是主要的问题，他一定要对我做出一个正式的公开的道歉，这样子的话，可能才有一个说，这是比心理上，同时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正义应有之义嘛。对，我们希望你能得到，就是我们说起来 justice 社会公益。哦，说到这个，其实还有个很有趣的，他们背后聊的事情，就是这个姚一江嘛，就是这个姚一江这个人，他做了
做了两件事非常典型，就是一方面就是他在那个背后开始找人说，哎，你知道 那个软肋是什么吗？然后当时我直接就爆炸了，我就直接去找那个一直在跟我沟通的那个编委嘛，什么意思？南方周末想干嘛？想威胁我人身安全嘛？然后那边就开始讲说，哎呀，没关系，这个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如果说他确实做了这件事情，你可以报警的，就是这样的手段。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开始说，哎呀，这个他做这种事情是不是为了从我这边讹诈钱啊之类这种东西？这里我做了一个做了一个摊手的动作。那么现在就是很不幸已经进入2024年了，那么现在就是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可能继续会把这个东西会讲下去。然后，其实当时我是想着是这么想的，就是，他们如果真搞我，如果搞得非常恶劣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当时我就想，就是当时我是想着，如果你把我搞得非常恶劣的话，这件事情我也能让你们勾手的，就是很那个，就很一命换一命的那种心态了，就已经是。然后，如果说他们继续采取这种龟缩的策略的话，那我是肯定要走掉的。那可能我其实是想，就是也是想回欧洲那边做一些事情。那您之前跟我提到说，就是现在媒体对于就国内媒体对于性别报道这一点，就是转向这方面，您愿意就是再聊一聊吗？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简中媒体在性别方面议题的那个空间也是在越来越小，尤其像其中我找的一家就是简中的媒体的话，就去报这件事情，想要看看能不能在简中把这件事情爆出来嘛。然后那家媒体的话。我私下跟他们那个记者也聊天，也聊这方面的东西。就是他当时就是他的那个编辑，就是拒绝报道那个编辑，他就一直在讲说你这个性别的议题要少做一点，性别的议题要少做一点。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但是做嘛还是能做的，就是但是经常的话，可能有两个方向是 OK 的。一方面的是就是消费主义加女性，但是当然在这个下面也是有些女性权益也是权益的问题也是可以聊的。但是一方面是这种，另外一方面呢是就是另外一方面的空间是在我一直在讲这是梅洛尼式的极右翼性别话语，就是它是一个女性在家庭中。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就讨论这个，尤其是就是仅讨论顺性别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简体中文互联网当中的性别议题的话，就这么两个大的 cluster。消费主义加女性，意思就是怎么说，类似于芭比的那种，就所谓塑料，就是 plastic feminism 是那种感觉吗？Yeah, kind of, yeah。就基本上它其实可能就只剩下这两块东西，然后性少数的内容的话，不像之前那么成体系了，这个体系被打碎了。就之前的话，可能每一家都还有比如说更关注这种性少数群体的这样的一个，甚至像之前那个上海那边那个澎湃新闻他们的那个 Sixtone 的话，他们最初其实整个的一个框架的调子其实是一个non-binary 的编辑搞起来的。就他们最初的时候在那个性别议题上其实相当进步的。但这几年被搞得很惨。这几年他们也是被一些这个像什么余亮啊这种人盯上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会柑橘百合会就是问所有我们来访嘉宾的问题，就是人们常常去会问别人说别人可以为我们做什么，但是在我们频道上，我们想问我们的嘉宾，就是我们的频道和我们频道的观众可以为嘉宾做什么？就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就是把这个故事传播出去，其实就是有意义的。这个是所有的 offender，就所有这 aggressor 他们最惧怕的事情。他们又想做好人，又想搞这个 power play，那就是你想搞 power play，那你的故事就会被传播。我个人比较有兴趣的是，您作为媒体人，就是因为我现在个人的感受是，就是中文或简中的新闻，就是怎么说很难读，
感觉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就是想去就是看新闻或者接受信息的时候，就是会心理上会有一种就是障碍嘛，会觉得这个新闻会不会是就被censor过的，对吧？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比方说你有没有就是哪几个媒体就是有所推荐？所以如果我推荐的话，就是虽然财新在我这个故事当中也做了一些坏事，但是你如果说是国内的是那个中文媒体下面的话，或者是在中国的媒体，像财新的话，他们那边还有财新 Global 嘛，他那个就是还是能看的，就还是有一些消息，就是一些内容是还是尺度要比那个其他的那个媒体要更大一些。然后国际报道的话，就是国际政治的报道的话，可能是那个澎湃新闻是能看的。对，国际政治报道实际澎湃新闻是能看的。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接近左翼的一个小组，那个就是思想市场那个频道，它其实那边做了很多进步议题的东西。对啊，哦对，然后 Sixtone 的尺度虽然更小，虽然尺度没有原来那么大了，但是因为它是英文的嘛，就那个相对而言英文的那个 censor 的尺度其实都要比中文更大一些，所以还是能看的。谢谢 Cindy 今天就是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频道和就是大家都希望就是这次维权能够见到一些结果吧，因为就是这个就是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一个这个历程，就是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共同经历吧。好的，多谢。好，谢谢。也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柑橘百合这边的邀请。